100块的牛排跟1500的牛排。对，你看奶油要一直是冒泡的状态哦。静置这个东西啊，刚刚煎牛排，牛排外面是很烫的，里面是冷的，所以我们要。大家在家里煎牛排的时候，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，好像煎的没有外面餐厅卖的这么漂亮，这么的粉红，这么的好看，是不是牛排的问题？那当然，便宜的牛排跟贵的牛排，它们的口感跟味道多少都会有差，但是它烹调的熟度跟最后切出来的样子，那就跟牛排的等级是没有关系了。今天就带来这个大卖场买的1块100块的牛排，贵商的超市买了1块要1500台币。100块的牛排跟1500的牛排。对。煎牛排到底怎么煎？有人教说高温煎牛排可以锁住它的水分，但其实再怎么样水分不会锁住了，水分一定会流失。那高温煎它就是让它产生梅纳反应，梅纳反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化学过程，但简单来说就是糖类跟蛋白质，然后遇到高温去形成的一个反应，它会变成咖啡色的东西。简单来说就是把它煎上色，没有颜色就没有味道。那种大卖场买的牛排，它的厚薄度是很薄的，所以在煎上色的时候啊，很常会已经煎上色了，里面已经熟掉了。那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避免的，要么就是你锅子够高温，下去之后梅纳反应马上上来，牛排就可以先拿起来了。那再来就是你可以把它慢慢的熟度到了之后，到最后再去做梅纳反应。对，这个步骤是可以颠倒过来的，它不是一个一定的过程。牛排呢，我们一样要吸干水分。那我们在餐厅做的时候，也会在煎之前呢，都会把它盖着纸。对，跟鱼一样吗？对，一样，煎东西都要把它水分吸干，它才不会有一堆水嘛。你煎的时候就不容易产生梅纳反应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调味均匀的给它撒上盐，撒满一整面，不要太密集就好。锅子够热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下油。锅子要热到什么程度呢？油一下去马上冒烟。你看到油下面开始变咖啡色了，它就是它的梅纳反应已经开始。这个时候我不会太去要求说一定要整面完全的咖啡色，因为你见到那个时候牛排它已经熟度已经吃进去了，有这样的效果就 OK 了。有些人会记说牛排一面煎1分钟、2分钟、3分钟，但我不会用时间去判断，只要有煎过有点上色就可以吃了。它的厚薄度比较薄，所以我们要把它煎到非常上色，煎到上色，温度进去了，里面就熟掉了。我们熟度不是用这样的高温方式去做的，我们是要用低温的方式去让它熟。那牛排的熟度要怎么去做呢？我们用奶油，然后跟各种香料，一般就是迷迭香、百里香、蒜头。那在下奶油的时候，你不要锅子还很烫的时候马上就下，我有让锅子先冷却一下，奶油下去才不会烧焦。下去之后是这个冒泡的状态，均匀的绵密的泡沫。这个时候奶油的温度大概是120到130度，这个温度是我们最适合去做牛排的温度。香料可以下来。还没真的当厨师的时候，常会去看外国主厨的影片，然后看他们下香料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跟着下，结果马上就烧焦了。我那时候还不懂这些小技巧。我们温度不要太高，它的香料才不会烧焦。你香料烧焦之后，你再去做牛排，牛排也会有一个焦味，让奶油维持这个冒泡的状态，均匀的泡沫。牛排放进来，做这个动作在我们厨房的术语叫做 base， 那就是把奶油均匀的去淋在上面，让它受热。它到底要 base 多久呢？我是看牛排的厚度决定，我会去数次数。那我两面就是淋一样的次数。那所以次数就要怎么决定？比如说这么厚牛排，这个大概是4到5公分厚，每一面就会淋个40到50下，可以换算成每公分厚的牛排就是10下。对。那这个牛排我们做好第一次的浇淋，3公分厚的牛排，所以30下。30下。你看奶油要一直是冒泡的状态哦，你没有泡泡的话，要么就是温度过高，要么就是温度过低。我们要一直让它维持在这个130度左右的环境。最后我们最难的1公分厚的便宜牛排，我们不要把它贴在锅底，不然熟度马上就上来了。这么薄的东西，我把它盖在这个香料上面，它才不会直接碰到锅底，熟度上来的太快。哦。对，把它盖上面之后一样，一面浇淋10下，10下之后翻面，一样把它盖在香料上面。你在煎牛排的时候啊，奶油多少还是会被牛排带走一些。当奶油不够了，我就补点奶油。然后让它变。一方面可以降低温度，另一方面可以让它维持这个奶油的量。做好这个浇淋动作之后啊，锅子马上离到旁边，不要让奶油的温度一直上去，它会烧焦。煎到这个时候，我们要把它去做静置，
那牛排为什么要做静置呢？静置它是有它的道理在的。这边我先把它盖个东西，让它温度不要流失的太快。在家里可以用铝箔纸包着。那我们在餐厅会有一个专门给牛排静置的保温箱，那温度会设定在50度左右。没有这东西的话，用烤箱也可以，就是最低温的烤箱，大概50度的烤箱，把它放在里面静置。静置这个东西啊，它是你刚刚煎牛排，牛排外面是很烫的，里面是冷的，所以我们要给它一个时间，让它温度可以去对流，可以去传导，让它温度内外平均。到内外温度平均完了之后，我们再去做加热，然后再让它内外再平均一次，反复做这个动作。牛排越厚，重复的次数就越多。我们牛排要怎么看它静置完了嘛？你去摸它的表面，不烫就是好了，就是它的温度已经跟里面去中和掉了。看时间的话，我自己抓了一个时间，不管多厚的牛排，静置就是大概5分钟。当你静置的越久，它的回温会越均匀。我们现在来做第2次的浇淋，就是 base 的动作。再下一块奶油，让它有一个泡泡状，泡泡又出来了。你看这个时候蒜头、迷迭香、百香都不是烧焦的哦。这是最后一次的浇淋了。有个比刚刚热。对，因为它已经休息了5分钟，所以你现在摸外面的温度跟里面温度是差不多的。我们最后一次盖上去，过5分钟，我们最后就会再煎它一次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切了。那我们这是最后一次的静置，这次的牛排跟刚刚是不一样，刚刚是室温，现在是温热。哦。最后一次再做一个大火上色的动作，就是在加强它的梅纳反应。牛排在熟度做好之后，再去做的梅纳反应会更确实。起烟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下牛排，火都维持大火，牛排下去，一面大概煎个10秒。你看，这次的梅纳反应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不要抢在第一次就把它煎到完全上色，那个时候你会错失掉很多去做熟度的机会。这样子，牛排就完成了。那牛排煎到最后啊，我会在下面铺一个纸巾，去吸掉它多余的油分。那大家一定都听过，牛排煎完不能马上切，因为水分会流出来嘛。但那是在你没有经历过那么多次的静置的情况下，所以它不能马上切。但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么多次的静置，它内外温度已经平均了。我们最后一次没有给它太多的温度，只是去增强它表面的梅纳反应而已。所以我们最后一次煎完，其实不太需要静置就可以切了。当然牛排是会因为品种跟部位的关系，呈现的样子多少会有点不一样。但是其实平价牛排也可以煎出像餐厅的高级牛排一样的粉嫩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切它吧。看，非常粉嫩的，果然是高级牛排。就我待过的餐厅的标准，牛排的熟度它不应该是外面一层灰色的，里面一圈红色，那个不算熟，那个是里面有生肉在里面。漂亮的牛排的熟度，它应该是一整面要像这样是一样的颜色，它并不会有分层。熟的牛排，它肉必须要有这样的纹理，可以看它的纤维啊都已经是熟过的状态，它不会像生肉一样还是一坨的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平价牛排切起来是什么样吧，厚度只有它的1半。一整面的颜色啊都是一样的，一块是平价牛排，一块是高级的牛排。